当叶晨一个人迈步走上这套别墅3层的露台时，在这刘家辉与陈兆忠一家的车队已经陆续开进别墅院中。记者们跟随车队蜂拥而入，全港岛最好的舞狮队伍将2只栩栩如生的狮子舞得出神入化，现场格外热闹。叶晨虽然一向不喜欢热闹的场面，但如今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也格外欣慰。鞭炮爆炸时产生的浓烟，裹挟着浓郁的火药味道升腾而上，这种熟悉却又陌生的味道，让叶晨忽然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。他从小便喜欢鞭炮燃尽时产生的硝烟味道，只是随着这些年到处竟然禁放烟花爆竹，他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这种熟悉的味道了。也可能与华夏人喜事节日喜欢烟花爆竹有关系，所以每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，也都是阖家团圆、喜事临门的好时节。尤其是在叶晨小的时候，逢年过节时，父母都会专门抽出时间陪他燃放烟花爆竹。那个时候的叶晨恨不得从大年30一直放炮放到正月15，所以这种味道也会让叶晨不由自主地找回儿时特有的幸福感。叶晨站在露台的边缘，有些贪婪地吸了几口，脑海中不由得又想起自己的父母。绝大多数时候，叶晨都是个坚强的人，极少会流泪，也从不会害怕，哪怕生活给了他再大的磨难，他也能还生活以微笑。但唯有思念父母的时候，他心中那脆弱的敏感才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。他的性格像一只拥有强大铠甲的刺猬，而父母便是他那柔软又脆弱的腹部。他看到身穿一身西装的陈兆忠从车上走下来，陈兆忠穿的还是他当初逃往美国时所戴的那套西装，时隔这么多年，这西装依旧笔挺合身，而他整个人虽然头发已经花白，但看着却格外有精气神。叶晨脑中忽然想起幼时父亲曾跟说起的一番话，那番话也是他为什么拒绝外公，执意带着妈妈返回华夏的缘由。他说：“晨儿，你要记得，但凡是一个内心正直、有血有肉的人，必有三魂七魄。这样的人如果长时间远离故土，三魂七魄便少了一魂。什么时候重新踏上故土，那一缕丢掉的魂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回来。若是不回到故土，或者故土丢失，那这一魂便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如今看到陈兆忠仿佛一夜之间年轻10岁的样子，叶晨忽然顿悟了父亲那番话的真正含义。父亲还说，在人的三魂七魄里，三魂分别是天魂、地魂与命魂。天魂寓意故土，地魂寓意父母，命魂则寓意自身。说着，父亲又问他：“晨儿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5000年历史长河里，每逢国家危难、国土沦丧的时候，都会有无数先辈前仆后继地为国捐躯？”年幼的叶晨懵懂地摇了摇头，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，爸爸？”父亲微微一笑，开口解释道：“那是因为人可以丢了其他二魂七魄，但不可没有天魂。因为在三魂七魄中，天魂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代表着一个人的最高信仰，一个人对故土、对祖国、对民族的信仰才是最高的信仰。这是爸爸选择回到华夏的原因，也是为什么犹太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却还要不顾一切地重返巴勒斯坦地区，建立以色列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也和爸爸一样，要找回他们的天魂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爸爸当年是离开了故土，而他们是失去了故土。年幼的叶晨不懂家国情怀，所以他不明白父亲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为什么满含热泪。而今当他看到陈兆忠容光焕发、宛若重生的样子时，他才真正明白了父亲当年那颗滚烫的赤诚之心。叶晨不禁在想，自己并未离开故土去海外发展，也不曾忘却自己的初心，
更不曾被物欲蒙蔽双眼。可是自己的三魂七魄也早就不再完整，因为父母去世的那天起，自己那代表着父母的地魂便也随他们一同远去了。就在叶晨心中唏嘘感慨的时候，他忽然听到身边一个熟悉的声音问道：叶先生，在想什么这么出神？叶晨微微一怔，回身一看，刘曼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自己身后。他心中惊讶，同时又有几分后怕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如此麻痹大意，连刘曼琼这种普通人接近都未曾察觉，万一这时候真有敌人靠近，怕是根本无力抵抗。随即他回过神来，微微一笑，对刘曼琼道：再想一些陈年旧事。说着，叶晨问他：曼琼小姐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。刘曼琼也浅浅一笑，随后走到叶晨身边，看着下面一片热闹的景象，问叶晨：你刚才是在想爸爸妈妈吗？叶晨也没否认，轻轻点了点头，自嘲地笑了笑，轻声道：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，可我还是很想他们。关于这个话题，刘曼琼与叶晨几乎完全处在同一个频率上。他几乎完全理解叶晨的感受，所以他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，随即走上前来，鼓起勇气，主动拉住了叶晨的手，用力在他手心处捏了捏，仿佛是要用这种方式向他传递自己的关切与安慰。刘曼琼怕叶晨多想，便岔开话题道：陈先生的状态看起来好像比昨天好了很多很多。是。叶晨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他找回了自己的天魂。说着，他看到陈兆忠亲手将老母亲从车里搀扶出来，连忙又道：不只是天魂，还有地魂。刘曼琼惊讶地问道：叶先生也知道三魂七魄？叶晨怔了怔，忍不住问：你也知道？当然。刘曼琼微微一笑，认真道：叶先生不要忘了，我是学中文的，而且学了很多很多年，其实中文学到最后学的就是哲学和历史了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还是读书好，5000年文明的精华都在书里了。刘曼琼笑道：叶先生虽然没读完大学，但想来书读的肯定不少吧？三魂七魄这种冷门的道教思想都知道。叶晨自嘲一笑：我并没读过很多书，20年在底层摸爬滚打，哪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多读书，这些都是小的时候我爸爸告诉我的。刘曼琼认真道：其实任何时候读书都不晚，如果叶先生平时能抽出时间的话，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计划，先试试1个月读1本，然后争取1个月读2本，1周读1本。说着，刘曼琼又道：如果叶先生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制定一个读书计划。叶晨忍不住问他：到时候该不会还要抽查进度，布置作业吧？刘曼琼略带羞涩地笑了笑，道：我都可以，如果叶先生需要的话。